刚才我们讨论前面两支球队达拉斯和迈阿密怎么处理巨星和争冠窗口，但 Golden State 今天做的却是一笔小到很多人第一眼会忽略的签约。可越看这笔交易，你越会发现勇士真正缺的东西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今天 Golden State Warriors 做的事情看起来要小得多，没有超级巨星，没有大交易，甚至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他是谁？ Brandon Williams。 勇士队和26岁的 Brandon Williams 达成了一份1年260万美元的合同，而且非常有意思，这是 Golden State 这个休赛期到目前为止第一位真正从其他球队自由市场签进来的球员。等了这么久，勇士终于签人了，结果不是大牌，不是著名老将，而是一个上赛季在达拉斯场均13分，3分命中率只有 23.2% 的小后卫。所以许多 Warriors 的球迷第一眼看到这笔签约，可能会有同一个问题： Golden State 到底在干嘛？一支过去10几年最强调3分空间和无球跑动的球队，为什么偏偏去签一个3分只有 23% 的后卫？但老 K 觉得这恰恰是最好玩的地方。如果你只看 Williams 不会什么，这笔签约会很奇怪。可是如果你去看他最会什么，你可能突然就明白了， Warriors 这次寻找的根本不是另一个射手，他们找的是一种现在阵容里面越来越少的东西，一个真的敢往篮筐里面冲的人。所以 Williams 到底是谁？今天的 Brandon Williams 看起来只是一个底薪后卫，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拉8年9年，他根本不是一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2017年的 Brandon Williams 是货真价实的5星级的高中控卫。Arizona 官方当年的介绍写得很清楚，他被认为是2018届全美最好的控卫之一。ESPN 当年甚至把他排到全美非常靠前的位置，好多名校都在追他，最后他选择了 Arizona。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年的 Brandon Williams 走的是一条非常标准的 NBA 天才后卫路线，高中明星5星级球员，全美的顶级大学都在抢，然后去 Arizona， 如果正常发展 NCAA 打1年2年，然后进入 NBA。 可是问题来了， Williams 在高中时期出现了膝盖方面的先天性问题，他不得不接受手术，结果整个高中3年级和大量 AAU 的比赛都没有办法正常参加。 Arizona 甚至公开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判断，如果 Williams 能够正常参加这些比赛，他很可能会成为麦当劳全美高中全明星级别的球员。也就是说，伤病第一次改变了他的篮球轨迹。但是他回来了，高中最后1年他重新打回来，甚至一场比赛拿过52分，另外一场季后赛拿过43分，所以 Arizona 还是相信他。结果到了大学，膝盖问题又来了。大一的 Williams 场均可以拿到 11.4 分 3.4 次助攻，作为一个1年级控卫，这已经非常不错。他是 Sean Miller 时期球队招募过的最有天赋的后卫之一。可是到了2019年 Williams 再次接受膝盖手术，于是整个19到20赛季全部报销，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同一个部位失去整整一个赛季。所以后来他离开 Arizona 准备追求职业篮球机会的时候，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曾经那个5星级控卫，最后没有在 NBA 选秀大会听到自己的名字落选，这就是他的第二个人生。 Williams 后来第一次得到真正的 NBA 机会是 Portland， 而且这个机会来得非常偶然。 Portland 当时因为阵容人员短缺，用困难特例签下他终于第一次真正踏上 NBA 球场。 Williams 后来回忆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第一次完成快攻上篮，听见现场球迷真的在为他鼓掌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原来我真的在 NBA 了。因为在那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机会走到这儿，而且当时他身边还有 Damian Lillard。 Williams 后来透露 Lillard 教过他很多东西，什么时候应该保持侵略性，怎样选择自己的进攻位置，怎么控制比赛节奏。有些东西甚至不是 Lillard 直接告诉他的，而是他站在旁边看就能够学到。而今天 Williams 来到 Golden State 之后，他身边又出现另一位历史级的后卫 Stephen Curry。 当年他是在 Portland 边缘位置看 Damian Lillard， 现在他来到了 Stephen Curry 身边，一个曾经连自己能不能留在 NBA 都不知道的落选控卫，现在终于走进了 Warriors。 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值得讲了，可是感情归感情，他到底能不能打？我们现在回到篮球， Williams 上赛季在达拉斯的数字，场均 22.2 分钟 13.0 分 2.9 个篮板 3.9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47.2%，
这些数字其实相当不错，特别是作为一个替补后卫。可是三分球 23.2%，66 场比赛，每场出手 2.3 个三分，只能命中大约 0.5 个。所以 Warriors 签他的确很奇怪。Golden State 为什么需要一个不会稳定投三分的小后卫呢？当我们再往下看， Williams 场均只打22分钟左右，却能够获得 4.6 次发球，如果换算成每36分钟，大约已经接近 7.5 次发球。所以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积极的攻击篮筐，制造身体接触，制造发球。过去的 Golden State 最辉煌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永远都是 Curry、Clay、三分球、跑动、传球、空间。但现在的 Warriors 其实有一个问题，当 Curry 不在场的时候，到底谁能够真正把第一道防线撕开？不是在外面一直传来传去，不是在跑一个战术等三分，而是我要拿到球，你的防守站在我面前，我直接过去，然后冲向篮筐，逼着你的内线过来，逼你的防守收缩，逼裁判鸣哨。Williams 会做这个，而且他非常愿意做。所以勇士真正缺的可能根本不是另一个射手，他们最缺的东西之一可能恰恰是持球突破。当一支球队过度依赖外围投篮的时候，对手会越来越容易预测你的进攻，特别是到了季后赛，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找 carry， 所有人都知道你想跑无球，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制造三分。那有没有一个人在进攻已经完全停滞的时候，什么战术都不跑，直接拿球往禁区里面撞？Jimmy Butler 当然可以，实际上这也是 Butler 过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他不一定每场投很多三分，但是他能够到油漆区，能够制造身体接触，能够站上罚球线。问题是现在 Butler 仍然处于 ACL 伤病恢复过程中，所以 Warriors 需要更多这种类型的能力。Williams 当然不是 Jimmy Butler， 两个人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角色也完全不同。但是 Williams 身上至少有一个 Golden State 现在非常需要的技能，速度，第一步，攻击篮筐，制造罚球。所以 Warriors 的球迷根本不需要问他的三分为什么只有 23%， 而是应该问，如果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外线的进攻元素，还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低成本的后卫，给第二阵容增加完全不同的攻击方式？如果是这个问题， Williams 就开始变得合理了。而且 23.2% 的三分球可能也不是完整的故事，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我们再往前看一个赛季，他在达拉斯的33场比赛里面，三分球是 40%。 当然那个赛季他的出手量很低，所以我们同样不能拿 40% 证明他突然变成了神射手。真正合理的判断应该是 Williams 现在的三分投射稳定性非常值得怀疑，但并不代表他一辈子完全不会投篮，这两个说法不一样。于是这里存在一个很明确的赌局，如果 Williams 未来三分还是 23% 左右，那么麻烦很大。到了季后赛，对手甚至可能直接站在篮下等他。Curry 被包夹之后把球传给 Williams， 对手根本不管他的三分，那么整个 Warriors 的空间会变得非常难受。但如果他不需要投到 40%， 假设只是把空位三分提升到一个对手不能完全忽视的程度，那么他的突破价值可能会突然被放大。这就是底薪签约最值得赌的地方。你不是要求他成为明星，你只需要他把一个最大的缺点稍微补到及格线，那么他原本最强的能力就可能有机会留下来。另外 Williams 的大学在哪儿？ Arizona。 Steve Kerr 的大学在哪儿？也是 Arizona。 所以一个曾经被 Arizona 作为顶级控卫苗子的年轻人，经历了2次重要膝盖手术，职业生涯绕了一大圈，最后26岁来到了由 Arizona 传奇校友 Steve Kerr 执教的 Warriors。 有时候 NBA 的人物关系就这么巧，可是关键时候我们还是要泼一点冷水。先不要这么快就觉得 Warriors 淘到宝了，因为 Williams 的问题一样非常明显。第一，三分球，如果对手完全不尊重他的投篮，他和主力阵容的兼容性会很麻烦。第二，身高， Williams 大约6尺1， 1.85米。在现在 NBA 季后赛里面，小后卫最大的问题是你可以进攻别人，别人同样会找你。尤其到了季后赛关键时刻，对方球星不断挡拆，就是为了把最小的防守球员换到自己面前。所以 Williams 必须证明他的进攻价值足以弥补防守端可能被针对的问题。第三，他在达拉斯得到球权之后可以自己发动进攻。上赛季 Williams 的使用率达到 24.2%， 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只站在角落等球的球员，他习惯自己拿球，习惯突破，习惯自己制造进攻。可是来到勇士队之后，尤其只要跟 Curry 或者其他主力一起打，
他的球权很可能下降。那问题来了，一个主要价值来自持球突破的后卫，在球不在自己手上的时候还剩多少价值？这个问题现在没人知道答案，必须真正打了之后才知道。所以这笔签约到底该怎么评价？老 K 的感觉，风险非常低，逻辑却很明确。260万美元左右的底薪，你几乎没有长期成本。如果打出来，你找到了一个26岁的第二阵容持球后卫；如果没打出来，你的损失也非常有限。所以勇士队赌的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能不能在每场10几分钟提供一种我们现在阵容不够多的进攻方式？如果答案是可以，这260万美元可能非常划算。而对 Brandon Williams 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已经等了很多年的机会。于是勇士队反向选择了一个技能非常不像勇士传统后卫的人，这可能是这笔不起眼的签约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最后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主帅 Steve Kerr， 你手上有一个三分只有 23% 左右，但是非常能突破能制造罚球的 Brandon Williams， 你会怎么用？是让他成为 Curry 休息时候的第二阵容主控后卫呢，还是只把他当做一个10分钟左右的冲击型后卫？还是那句话，勇士队这次寻找的可能根本不是另一个射手，而是一个真的敢往篮筐里面冲的人。OK， 谢谢大家点赞，这里是老 K NBA， 一个有温度的篮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